上期影片有跟大家提到过，就是周线级别它仍然没有跌破前方低点，那接下来是跌破前方低点，还是比较有概率往上去反补这个位置的缺口，那这个位置就是68000。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是比特币的周线图，从周线级别来看，我们发现比特币把前面这一周的低点呢进行跌破，然后收了回去。那么上周的这根周线呢是很明显的一根看涨的 K 线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下影线其实还是有点长的，然后呢上面几乎是没有上影线，表明说这个反弹仍然是在继续啊。那么目前来说正在一步一步往上走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画的两条实线，也是周线级别，非常清晰啊。这边的话进行到一个假突破，然后跌回来，跌到前面的这一个低点。那现在呢，前面低点出现跌破再收回，这样一条线是比较接近目标位的。当时反弹的时候呢，说这样一个目标位是有蛮大的一个阻力。那上周也跟大家分析过了，我会认为它会继续往上涨，涨到多少？现在已经非常临近了68000这个目标位啊。为什么这一带非常重要呢？我们用小级别给大家进行一下分析。日线级别来看，我们发现它往下面跌之后呢，有一个收回的动作。那这一带呢有 POC 踩住，然后再继续往上弹。那么这一带你可以视作为盘整区的一个底部。那现在正在往上走，为什么会到68000这一个关键位呢？因为这边有很大的一个缺口。你可以看到这里，这个缺口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？准确来说，从67000到68000这一带。补充这一个最大的缺口，我认为是比较近期可能会出现大概率的事件。如果 POC 在这里能够撑住，然后上面目标位就是平行的高点，那这一带平行的高点一旦触碰到，可能会进行盘整。当然，触碰到68000这个点位之后呢，也有可能会直接掉下来。当然有这种可能只不过从概率上来讲的话会比较小。来到68000是非常大概率的事件啊。指标方面呢 ，RSI 已经从超卖区间走出来了，那么它距离往上还是有一定空间的，因为离中轨还有一段距离。双线呢也是刚刚实现了金叉，现在是多头趋势重回主导位置，那这个多头还是要继续延续的。包括 MACD 也是一样 ，MACD 可以看到水下金叉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，所以会指向进一步的反弹。短线级别的话，这个位置先不要轻易去空比特币啊。那如果想要找到空的机会，也就是价格来到68000之后呢，可以考虑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场外数据啊，这个图的话是比特币已实现价格成本基准线的数据图。那这根线的话，目前在53600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全网持币者的平均成本，就是在链上买币的这些人成本是在53600。目前呢，他们还没有跌破他们成本价。上一次熊市是在这个成本价下方徘徊很久的，22年7月到23年1月的时候，那也就是整个 FTX 崩盘震荡期都在这个线之下。我们这一轮的话，其实连这根线还没有跌穿过，所以震荡洗盘还不够彻底。那说到这里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啊，就是这波上涨呢，我们也只能用小反弹去对待，我们也不能说它走出底部了。所以短线级别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是不太适合进空单的，上升趋势的话保持非常良好，而且还有带量突破的一个迹象。指标层面的话，距离超买区间还有一段距离，还没有到极值。所以今天主要去盯一下短线级别是否能够站稳在68000左右的位置。然后补缺上方的这个68000的缺口啊。那以上就是今天比特币的行情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信息。宏观方面，前2周还在讨论的战争的事情啊，那昨天就已经传出美伊停火。那什么时候签协议呢？周五去瑞士签，签完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就应该对应着要开门了。谈判的条件非常多啊，在这里呢一共有14条。伊朗也算是争取到了不再被这个经济制裁，但是他放弃了他的核武器权限。那这样的结果对于伊朗来说的话，其实也比较好的。但是呢，美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，还说服了以色列不打这个黎巴嫩，还提供给伊朗3000亿的美金的重建基金。对于政治影响力方面呢，我们暂时就不谈，反正就没那么好，也没那么乐观。但是这样一个结果的话，一定是经济权衡利弊最终的一个结果。先说这个停战对原油的影响，原油价格肯定是要下跌的，那原油的获利资金呢就会流向其他领域，一部分一定是会流向风险市场的，所以这一定程度呢会回流美股。那另一层面的影响就是石油价格下跌，会有利于美国国内通胀的控制。那通胀控制呢，其实会影响到美国利率的情况。再有一天17号，也就是明天，美国又要公布它的利率决议了。6月份这个利息不变的概率呢是非常大的，高达 96.6%。但是接下来下半年是否会选择加息呢？在上周和上上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加息还是有比较大的概率的。那现在战争结束了，通胀得到一定控制，所以下半年只要不加息，不出现一些黑天鹅的事件，对于风险市场来说都不太是一个特别坏的市场。那当然了，也不是特别好的市场，因为日本那边还在选择加息啊，日元还在回流。还有一则消息的话是来自微策略啊，那根据周一提交给美国证管会 SEC 的 8K 文件，在6月8日到6月14日期间，比特币投资大户微策略再斥资1亿
以平均每枚63024元的价格加持1587枚比特币。那麦克塞勒表示呢，目前公司累计持有846842枚比特币，约价值的话560亿美元。那自从2020年启动比特币配置以来，微策略累计投入成本约为641亿美元，平均入手成本约为每枚比特币是在75656美元。尽管微策略在这一周呢继续增持了比特币但是上周的言论一出，市场还是有一些恐慌的，因为他说过不要卖出你的比特币，指的是不要卖出你自己手上的比特币，不是他自己手上的，也不是他公司的比特币。所以这个消息言论一出呢，很可能下一个黑天鹅事件的话就是来自于微策略，大家还是提防点比较好。我们再将视角看向比特币现货 ETF 的历史数据总览那在上周五的时候，6月12日。难得出现了一天的净流入情况，流入金额是8500万，但是抛开这一天而言的话，仍然是在一个净流出的状态。特别是昨日净流出的话是6408万，那贝莱德ETF 的 IBIT 净流出6644.8万，居于榜首。整体还是以流出情况为主那特别像是单周来看，已经连续第5周是净流出的状态了。那这一周的话，不知道情况如何但是根据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以上是今天的行情分析但是影片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最近世界杯的话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。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压住了，那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全世界都在踢假球，就中国在认真的卖。劝各位理性参与你觉得可能他是理财，但昨天亏了100万的哥们告诉你，天台见。那昨天的话是有人在 Pro Market 上压住100万赌西班牙获胜结果最终是打平那这个虽然看起来，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事后嘛，它是一个爆冷事件，但昨天4场全部都算是爆冷因为它全都是踢平的。那原本以为这场比赛就毫无悬念，那西班牙是欧洲冠军嘛，然后此次世界排名应该是第2名，然后那个佛得角的话是67排名，第2名和67排名，你想想怎么可能会输呢？又或者是怎么可能会打平呢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要给大家說的我都買1000萬巴西，我又買1000萬巴西，我買3000萬德國贏。好，有種。仲後生3000咧唔夠3億啦，3億就一世無憂。说到这里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，需要趁手的工具。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，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，全球第1交易所，给到全网最高20%交易减免。OKX 交易所，使用观感体验拉满，同样有20%手续费减免。另外，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，期期都有肉吃。Bybit 最高30%手续费返现，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。该次 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。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、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，注册也有20%手续费减免。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，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。我们可以错过机会，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。